俄军继续尝试建造浮桥，试图连接被孤立的南岸俄军，但遭到乌军技术炮弹袭击，损失惨重。俄罗斯情报机构宣称，美英波情报部门参与筹划乌军在库尔斯克的行动。被俘乌军爆料，库尔斯克战场出现美国雇佣兵，投降俄军，取得乌军信任，拿起武器为乌克兰而战。德国再次重申绝不放弃乌克兰，并将持续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精彩资讯即将开始。根据乌克兰官方发布战报，8月18日，俄军伤亡人数突破60万人，而在过去的一天内，俄军损失了1210人，总伤亡人数达到603010人。另外，俄军还损失了4辆主战坦克、20辆装甲车以及60门火炮系统。库尔斯克战场截至昨天，乌克兰已经控制了至少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也有可能更多，因为还没有最新的控制区域显示。根据报道，乌克兰在完成控制库尔斯克部分地区的同时，还一路向别尔哥罗德北部延伸。一旦与别尔哥罗德地区的乌军完成会合，那么就有望将控制区域扩大到5000平方公里，力图在俄本土建立一个缓冲区。当然，俄罗斯也没有坐以待毙，俄罗斯宣布在边界3州组建3个新集团军来应对边界危机。与此同时，与库尔斯克战场，乌军已经成功摧毁塞姆河上的3座桥梁，从而使得南岸数千俄军被孤立。为了重新与这些兵力取得联系，俄罗斯一直没有放弃修建浮桥。然而，乌军看透了俄军计谋，在俄军修建浮桥的时候，对此发动了攻击，并纵火焚烧了渡口。不过，根据乌克兰前线无人机拍摄的画面显示，俄军再次建立了浮桥，但遭到了乌军集束弹药的攻击。同时，乌军无人机还对俄罗斯工程部队发动了袭击，至少摧毁了2辆俄军工程车辆。在48小时内2次击毁俄军浮桥，让南岸俄军彻底陷入绝境，只剩下2个选择：一个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与乌军死磕到底，另一个就是放弃抵抗，向乌军投降。等到这些南岸俄军投降或阵亡之后，乌军就能完成对南岸的占领，然后就能以塞姆河作为乌军控制区的天然屏障。不过这就意味着乌军在库尔斯克的行动，西部和北部的边界就是塞姆河。在蒂戈夫方向，乌军已经利用火炮完成了对蒂戈夫的封锁，俄军138公路与铁路补给线被切断。目前，俄军在蒂戈夫的总兵力约为3000人，并有第26导弹旅的一个伊斯坎德尔导弹营作为远程加持火力。另外，根据北约方面的情报，俄军第25旅346团已经从列宁格勒军区前来支援，目前已经抵达蒂戈夫。鉴于蒂戈夫是库尔斯克核电站的门户，俄军很有可能进一步加强防御，所以乌克兰想要完全掌控蒂戈夫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在苏贾镇东南方向，乌军正在奥焦勒克与吉克村附近与俄军进行攻防战。如果乌军能打通此地，那么就能与别尔哥罗德作战的乌军会师，彻底打通库尔斯克至别尔哥罗德的通道。从库尔斯克战场变化中可以明显看出，乌军采取多点进攻的战术，中锋部队负责推进并不断制造包围圈，后卫部队负责歼灭包围圈中的俄军。这种战术不仅高效，而且还非常灵活。那些镇守阵地的俄军往往还没有做出反应，就已经被乌军团团包围，彻底成为一个孤岛。不过有专家表示，乌军在库尔斯克的行动虽然能对俄军造成作战压力，迫使部分俄军从乌克兰战场回援，但并不能帮助乌克兰赢得战争，因为目前的乌俄双方都没有能力实施能够一决胜负的战役。不过值得肯定的是，虽然乌军行动范围有限，与赢得整场战争还相距甚远，但总体上还是可以实现部分战略目标的。与此同时，部分投降的库尔斯克俄军在得到乌军信任之后，已经开始为乌克兰而战了。比如有一名俄军士兵在向乌军游骑兵侦察分队投降后，得到了分队信任，并拿到了一支反无人机枪。这样的情况在库尔斯克多个地区都在上演。不过外界也有担忧，尤其是在兵力方面。但其实乌克兰的兵源没有问题，由于乌克兰动员顺利，目前已经有93万人加入预备役，在1周之内，这个数字将超过100万。所以乌克兰不缺人，缺的是武器装备。即便是轻步兵，也需要步枪、机枪、防弹衣以及头盔等作战装备。武装数十万人需要庞大的军事装备，而100万预备役相当于300个旅，需要的装备更是天文数字，毕竟北约援助有限。反观俄罗斯方面，目前俄罗斯已经在战场上投入了135万兵力，其中战争初期是 18.5 万人，2022年动员了30万人，2023年动员了50万人，2024上半年又动员了19万人。另外还有瓦格纳、囚犯兵以及其他雇佣兵等。
但在乌俄战场上，俄军仅有50万人左右，因为阵亡了60万人，再加上退回后方休整的部队，大约也就这么多兵力了。在俄罗斯境内，除了莫斯科卫戍部队和导弹部以及海空军的文职人员，已经没有多少兵力可用了。普京又不能进行战争总动员，担心会引起国内动荡，以至于战争进行了2年多，双方还没有进行宣战。也正因此，即便俄罗斯人口更多，但可用的兵员却不一定比乌克兰多。另外，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表示，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行动是在美国、英国以及波兰情报部门的参与下策划的，参与行动的部队也曾在英国与德国接受训练。根据媒体报道，俄罗斯认为北约国家的军事顾问在指挥乌军进攻库尔斯克方面给予了非常大的帮助，包括军事装备与俄军在库尔斯克的行动部署。同时，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表示，北约之所以会策划这项行动，原因就是乌军在战场前线的局势恶化，于是便在近几个月内积极推动乌军将战斗行动转入俄本土。另外，根据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美国雇佣军同样在库尔斯克地区为乌克兰战斗，因为美国私营军事公司前世观察团近期发布了一张照片，照片中3名军事人员站在一辆高机动多用途车辆面前，照片中间的就是该公司的创始人，照片标注地点为库尔斯克州。此前就有消息显示，乌军在库尔斯克的行动中使用了外界雇佣兵，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也发表消息表示，一名被俘虏的乌军士兵曾隶属于乌克兰第80空中突击旅，在库尔斯克作战时，这名士兵曾在电台中听到用其他语言交流的声音，包括英语、波兰语以及法语等，同时还有乌军军官进行回话。与此同时，针对库尔斯克的行动，泽连斯基高级顾问之一的波多利亚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基辅的目标从来不是占领俄罗斯领土，而是有一个明确范围。波多利亚克表示，俄罗斯一直在利用边境地区对乌克兰境内80公里范围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持续不断的袭击。在俄乌边境沿线，包括库尔斯克地区，俄军通常在距离边界1到2公里的地方部署弹道发射器与多管火箭发射器等武器系统。以苏梅州为例，这片地区位于库尔斯克对面，每天都遭受俄军500至600次的炮击。所以乌军的行动就是要确保乌克兰边境的安全，避免俄罗斯持续不断的炮击与袭击。只需要将俄军逼迫倒退100公里，那么俄军的炮火就无法威胁到苏梅州的人民与基础设施了。另外，波多利亚克还表示，乌军针对库尔斯克的行动将严格遵守国际法，保护当地居民，并履行人道主义的所有需求。在行动记录中，乌克兰保持着一份平民登记册，乌军将根据这些手册中记录的名字对其进行保护等。此外，乌克兰议员罗曼·科斯坚科还表示，目前在乌克兰控制区内没有任何一名当地居民撤退到乌克兰境内。与此同时，德国总理舒尔茨对外表示，德国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最多的欧洲国家，未来也将持续援乌。根据媒体报道，8月16日，由德国社会民主党、绿党以及自由民主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就削减开支达成了最终一致，通过了2025年预算草案协议。根据计划，德国为乌克兰提供的各种援助金额将削减一半，仅有40亿欧元，以此来有效满足其他国内支出需求。根据联邦原预算委员会成员的消息，由于本年度的援乌预算已经耗尽，而明年的援乌计划也已经超额，这就意味着德国已经无法为乌克兰提供新的援助。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德国已经为乌克兰提供了370亿欧元的援助，仅次于美国，在欧洲国家中位居第一。但如今削减开支法案通过，势必将影响德国直接为乌克兰提供的援助。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德国将不再为乌克兰拨款。但在8月18日，德国财政部部长林纳德表示，绝不会断供乌克兰，但未来部分援助将转向国际项目，比如援助联盟利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向乌克兰提供500亿欧元援助等。而在这种时候，德国总理舒尔茨也公开表示，绝不会放弃乌克兰，将积极推动500亿欧元的援助，以此来为乌克兰采购更多的武器装备。据英国国防期刊8月20日报道，英国皇家海军中的4-5型驱逐舰勇敢号创下了一项不太光彩的记录，目前已经在港口维修了7年零3个月。纵观它整个服役生涯，维修时长已经超过了执行任务的时长。
2006年2月，勇敢号正式下水，在经过一系列海测之后，于2009年7月正式服役于英国皇家海军。服役期间，勇敢号参与了多项任务，如2012年前往波斯湾维护该地区海上安全，并打击附近海域上的海盗；2013年为被海燕台风摧毁的菲律宾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由于初始设计的缘故，它的发动机在温暖的水域中特别容易发生故障。在执行几次任务之后，勇敢号不得不对推进系统进行全面的整修维护。另外，在维修期间，由于勇敢号技术相对落后，无法充分适应现代化系统，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对船舰整体的作战系统进行更新换代。这种维修难度堪比重新建造一艘新船。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勇敢号一直修个不停，已经延误了后续舰艇的整修计划，对英国皇家海军的整体部署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据英国《每日邮报》提供的数据显示，2022年英国海军有近1/4的护卫舰一整年都没有执行过海上任务，6艘45型驱逐舰中超过半数仅航行了不到4周。这些情况从侧面反映出英国船舰在采购和维护方面可能存在着较大的隐患。据巴基斯坦黎明新闻最新消息，8月20日，巴基斯坦成功发射了一枚沙欣2导弹。该国军方表示，此次试射旨在训练部队验证各项技术参数，并对不同子系统性能进行评估，以提高导弹的准确性和生存能力。需要注意的是，这并非是巴基斯坦首次试射，其曾于2019年5月试射过一次沙欣2导弹，当时的弹着点位于阿拉伯海海域，而关于此次导弹的弹着点和具体发射位置，巴基斯坦军方目前并未透露。沙欣导弹是巴基斯坦为增强国防建设而研发的国产导弹，共有多个版本，每个版本的作战范围和精准度都不同。沙欣1导弹是一种短程弹道导弹，由固体燃料发动机提供动力，携带有高精度的弹头，最远打击距离为750公里。沙欣2导弹即由沙欣1改进而成，射程提到了1500公里。沙欣3导弹是沙欣系列导弹的最新版本，射程提升到了2750公里。据西班牙媒体8月19日报道，智利陆军正在加强科尔沙内边境地区的作战能力。作为这项部署计划的一部分，其陆军部队正在接受欧蓝德650全地形车的相关培训工作，包括穿越水道和穿越陡峭的地形等。通过这种训练，智利军队能够适应在复杂环境中的任务需求，最大限度地提高地面部队的效率和机动性，更好地监视和保护科尔沙内边境地区。欧蓝德650是一款多功能全地形车，长2.3米，宽1.2米，由罗泰克公司生产的发动机提供动力，最大功率可达46千瓦，具有可选的4×2或4×4传动系统，可在各种驾驶条件下实现灵活性，还配备有20升燃油的超大容量，成为在偏远地区的最佳实用选择。据英国广播公司8月19日报道，英格兰群岛上一个新建的太空港于日前进行火箭发射过程中遭遇重大的意外事故，火箭发动机发生爆炸。此次测试由德国火箭工厂负责实施。爆炸的火箭被称为 RFA-1， 是一枚30米高的3级火箭，可以将1300公斤的有效载荷运送到环绕地球的太阳同步轨道。目前，工程师正在通过研究大量的测试数据，以了解导致爆炸的根本原因。但是到目前为止，该工厂并没有对外透露任何信息，只是发布有关声明，声称此次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这个太空港曾于2023年12月获得英国正式批准，每年可执行30次发射任务。按照计划，下一次发射火箭的时间本来定于9月或10月左右，但是此次爆炸事故带来的影响可能会让其进行延期。
据自由时报8月21日报道，美国正在计划对现有的防空系统进行现代化升级，尤其是针对关岛地区，将在今年底新增新型 AN/TPY-6 雷达的首次测试，追踪由 C-17飞机释放的模拟目标，并引导标准3-2A 型导弹进行拦截。这款新型雷达基于阿拉斯加长城识别雷达改进而成，具备更强的探测与追踪能力，能有效反制敌方的弹道导弹威胁。除了新型雷达之外，美国导弹防御组还计划在关岛建立一个联合指挥中心，通过整合海陆空三军的指挥与控制系统，以及自身的作战管理与通信系统，以实现不同追踪系统之间的信息共享，构建一个真正的联合追踪架构。随着各项建设的逐步推进，关岛的防御能力将在未来几年内显著提升。长期以来，俄罗斯在部署弹道导弹核潜艇方面一直受到美国弗吉尼亚级潜艇的巨大威胁。这些潜艇可以悄无声息地跟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核潜艇，然后等待机会使用鱼雷打击，或在关键区域埋设地雷。为了应对这一威胁，俄罗斯在执行护送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途中，至少需要一个扫雷舰师和一个小型反潜艇师，以便在附近进行持续的反潜行动。然而，俄罗斯目前拥有的小型反潜艇舰队已接近使用寿命上限。为此，俄罗斯曾试图建造护卫舰，以替代小型反潜艇舰队执行反潜任务。但由于护卫舰的建造工序远比小型反潜艇复杂得多，导致整个进程极其缓慢。再加上俄乌冲突和欧美制裁等因素，俄罗斯根本无力承担长时间的建设项目。最终，俄罗斯决定通过采用现有的成熟技术，快速制造新型的小型反潜舰，并将这项计划命名为 28000E。在2024国际军事技术论坛上，俄罗斯公开展示了 28000E 小型反潜舰，它基于卡拉库特导弹艇改进而成，重点对推进系统进行了创新升级，让其最高航速从59公里每小时降低到48公里每小时，以腾出额外的空间来安装反潜武器。它配备有拖曳式声纳系统和 Packet NK 发射器，能发射反潜或反舰鱼雷，独立打击敌方的各类潜艇，并具有拦截来袭的鱼雷和无人潜航器的功能。另外，它还装备有8个反射单元的 3S14型垂直发射系统，能够发射射程为220公里的 3K14 反舰导弹，或射程1500公里的 3M14型口径巡航导弹。按照俄罗斯计划，在2024年底前，俄罗斯海军波罗的海舰队将率先接手3艘 28000E 小型反潜舰，而在未来，俄罗斯准备将规模扩大到1个师，以保护俄罗斯海军核潜艇基地的每个水域。据瑞典国防部最新消息，由于近期乌克兰战争形势变化较大，引发各国军方的密切关注，迫切想要了解战斗行动的及时信息，但缺少相应的技术监测。为此，瑞典正在考虑从2024年秋季开始，向乌克兰部署军事顾问，重点收集具体的战场信息，并进行国防采购、维护捐赠设备等相关工作。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瑞典已经对乌克兰进行了10几项军事援助，包括各式装甲车、弹药、火炮系统等，总价值约41亿美元。为支持今后长期的援助行为，瑞典国防物资管理局决定将把向乌克兰捐赠国内剩余设备的决策转变为生产专用于乌克兰的新设备，同时派遣专业人员加强乌克兰军队在新装备方面的训练。据空军技术网8月20日报道，美国与荷兰签订直升机培训计划协议，针对 CH-47 和 AH-64 直升机以及相关设备提供一套全面的培训计划，总价值约为 3.05 亿美元。目前在荷兰空军服役的是 CH-47 直升机的最新型号 CH-47F， 它能够用于物流运输任务、医疗后送和特种作战支援，在荷兰武装部队的空中机动能力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 AH-64阿帕奇直升机能够为荷兰皇家空军提供足够的火力输出，还可以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反坦克战和武装侦察等任务。目前，荷兰皇家空军已派遣第302中队驻扎在德克萨斯州的卡瓦佐斯堡，正在开展上述2款直升机的训练活动。待此次训练完成之后，荷兰空军的整体实力将得到有效加强。据日本共同社8月18日报道，8月下旬，意大利航母加富尔号将会停靠在日本横须贺基地，并与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联合训练。同一时间，意大利国防部长也将会进行访日行动，探讨日意英3国合作开发下一代战机等战略合作计划。另外，今年6月，日意2国已经就各自军队的物资劳务事宜正在进行谈判。如果谈判顺利，日意2国的合作关系将会进一步提升。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资讯的全部内容了。你们觉得乌克兰打通库尔斯克与别尔哥罗德占领区还需要多久？面对越战越勇的俄军，普京又该怎么应对？是否会将乌克兰战场的俄军大量召回呢？对此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